猛哥有猛料，带你消除100个信息差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猛。2025年，你还想入行做跨境电商吗？事实是，跨境电商早已不是弯腰捡钱的蓝海了。我从腾讯离职后就选择了进入这个行业，赚了上亿，也亏了不少钱。今天猛哥就用踩过的50个坑和大家聊一聊，跨境电商为什么是一个骗局，什么的人要被劝退，最后会给还在这个行业的朋友一些实用的建议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正题。现实困境，跨境电商的残酷真相。先说结论，它不再是一个试试看的副业，跨境电商已经从野蛮掘金期发展到了金盆细作期。现在做跨境电商的老板，专业能力、资源储备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，要么自己亲力亲为的真的下场干过，要么有独有的资源和强大的资金链形成壁垒。今年各行各业都很难做，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邪风，把在别的行业混不下去的人都吹到了电商行业里面来。我每天手机里推的最多的话题，也基本是亚马逊还能不能做，现在转行做跨境行不行，小白怎么入行亚马逊等等之类的话题。然而事实是，不少曾经身处风口的人，如今却站在退场边缘。可真谓是外边的人想进来，里边的人想出去，活脱脱的围城。尤其是到了今年，有一个残酷的现实：深圳是中国做亚马逊最集中的城市。曾经这里一个熟练的运营，动辄月薪2到3万，但现在满大街都找不到工作的亚马逊运营、美工、客服，简历上写着100万销售额，爆款达到者，开口却只敢提底薪。曾经跨境电商被塑造成躺赚的神话，上线3天爆单10万件，工厂老板年入1000万的故事吸引了无数人涌入。但2025年现实是，跨境电商平均利润率已从2023年的12%降到6%，超30%的企业面临亏损。为何会如此？原因一，政策与合规成本飙升，全球各国正在收紧对跨境电商的监管，合规成本大幅增加。以亚马逊为例，一张营业执照只能注册一个店铺，从资质审核到品牌备案，起码要1个月的时间。但是，一旦出现合规问题，轻则平台警告，重则平台吃货、押金被扣，最后钱货两空，心血付之东流。以猛哥自己的店铺为例，刚上架了一个汽车车灯，平台就以不符合政策予以警告。因为在国外，一旦有使用客户因为车灯出了交通事故，政府不仅要起诉肇事人，也要起诉商家。这种试错成本上升，彻底终结了店群铺货的时代。原因二，市场竞争白热化，利润薄如刀片。先说说摆在面上的竞争，价格战。在服饰、家居类目，毛利被压缩至10%到15%，一款睡衣国内成本30元，平台建议售价仅35元，扣除物流和售卖成本后，利润不足1元。头部商家垄断了80%的流量资源，新手商家能启动周期普遍从1个月拉长到3个月。再来讲讲那些骚操作。深圳有些大门的玩法可以说是骚中极品，有人过黑客把精品顾客邮箱挨个发邮件，我们同款便宜10美金。有人直接把商品主图 P 成亚马逊自营成标，引诱你跟卖后立马反手投诉你售假，这都是老李亲身经历过的。这简直就不是打价格战，而是打规则战、灰产战、心理战。原因三，资金压力与长期投入。跨境电商盈利周期通常较长，特别是对于新手卖家而言，从选品、采购到物流运输，整个过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。而跨境交易的结算周期较长，平台通常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才能将销售额支付给商家，外贸订单账期延长到90天以上，应收款逾期率普遍在18%以上。中小企业承担现金流压力，对于资金有限的卖家来说，这种资金周转的压力尤为明显。总结一下，由于合规政策、市场竞争及资金压力，现在不建议大家盲目入行。我为何劝退他们？自从老李接触跨境电商之后，也有很多朋友问我怎么入行。有一次回家，发现小区保安都在某 RAD 平台学习跨境电商运营知识，但是其中的坑有多少？我针对不同的人群总结了以下几个劝退的逻辑和应对建议，下面分享给大家。老王听说很赚钱，想试试。老王是我同小区的邻居，45岁，原是单位的司机，工作稳定但收入不高，对于电商和国际贸易几乎没概念，电脑操作不熟练，希望用少量资金和业余时间尝试，期待快速见效。我的劝退逻辑，老王低估了行业的专业门槛。跨境电商涉及平台规则、市场选品、国际物流、海外税务、数据分析和数字营销等多方面知识，需要持续学习和实践，并非简单试试就能成功。他计划的少量资金很难应对真实成本，除了进货，还是预录平台佣金、广告费、物流仓储费等。没有充足的资金储备一个小波动就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。我建议老王先从深入了解开始，通过跨境电商、公共服务网等官方渠道学习基础知识，或关注行业动态，理性评估自身兴趣、时间和学习能力，再决定是否入场。老家表弟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
表弟学的是市场营销，大学刚毕业，在我们老家工资只有2、3千块钱，还不够交5险1金。在某热的平台看到一些年入100万的跨境暴富故事，想自己创业做跨境电商。我的劝退逻辑，他看好北美等成熟市场竞争非常激烈。2024年全球电商销售额预计达6.3万亿美元，但北美市场逐渐趋于饱和，头部品牌和大卖家占住了大量流量和市场份额。当你没有了特殊优势的时候，你看好的时候，意味着别人早就把市场做透了。表弟虽懂些理论，但缺乏实际的选品、经销运营、供应链管理和品牌建设的经验，这些都需要时间积累和试错，而试错是有成本的。抱着快速致富和不愿打工的心态，一个平台警告就放弃了。我的建议我劝表弟先就业再创业，可以先在成熟的跨境电商公司找份运营工作，积累实战经验、资源和人脉，亲身体验行业的全貌和复杂性。在条件成熟时，再考虑独立发展。李姐，全职妈妈想兼职增收。李姐是我前同事的妻子，是一位全职妈妈，孩子上小学后想找份时间灵活的兼职，贴补家用，希望工作时间自由，能兼顾家庭，其中资金有限，对跨境电商感兴趣，但了解不深。虽然跨境电商的个人操作需要一台电脑，但时间并非完全自由。我的劝退逻辑虽然跨境电商个人操作只需要一台电脑，但时间并非完全自由，需要及时处理订单，回复客户咨询，应对可能的售后问题。这些事务可能随时打断生活节奏。孩子生病或家庭事务繁忙时，店铺可能无法及时照料。用有限的家庭积蓄投入会带来无形的心理压力。看着账户余额波动，或者投入广告后效果不佳，容易焦虑，反而影响家庭生活品质。我理解的需求，但我建议他谨慎考虑。如果依然想尝试，务必严格控制初期的投入预算，将其视为一笔即使全部亏损也不影响生活的学费。选择操作相对简单、对资金要求更低的平台模式起步。那么哪些人可能适合跨境电商？结合我的观察和行业数据，以下几类人相对更容易成功：一、拥有稳定供应链资源的人，如传统制造企业转型或线下工厂，具备产品研发和制造优势，能控制成本和品质；二、具备国内电商运营经验的人，国内电商转型的卖家对电商逻辑、平台规则、数据运营有基础，转换赛道相对轻松；三、真正热爱并愿意持续学习的人，对跨境电商、国际贸易有强烈兴趣，并善于学习和适应变化，愿意持续研究市场、学习新技能。四、有一定资金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人，有一定的资金储备用于前期投入和周转，并能理性看待亏损风险。给新手的建议：如果看完这些你还有点迷茫，请扪心自问，你是否真的了解这个行业的全貌和潜在风险？你是否有稳定的供应链或独特的产品优势？你是否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和抗风险的能力？你是否有持续学习和快速适应的能力和时间呢？你是否能承受得住初期的亏损和不确定性？回答是加1分，回答否不加分。3分以上就可以开始着手规划了。如果3分以下，那么老李劝你3思而后行。成功没有捷径，任何行业都是如此。跨境电商没有躺赢，只有躬身入局才能拿到大结果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